之前我们介绍过许多脑科学的影片，逆思维、大脑解锁、社交天性，这些脑科学研究都是锁定人的大脑。但近几年，越来越多研究发现，人类其实有第二个大脑，就是肠道。我们以为人的情绪、记忆、压力是在大脑里产生的，但其实肠胃一直在背后跟大脑传输大量讯息。这些新发现颠覆了过往许多常识。很有可能人性的真相不在大脑，而是在人类的第二个大脑——肠道。这里头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今天这集我们就来介绍神经科学家 Emerald Mayer 这本让我大开眼界的书《肠道、大脑、肠道菌》，看看到底这个第二大脑是怎么运作的。人的肠道里住着数兆个微生物、上千个菌株，像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生态系。这些肠道菌全部加起来，跟大脑一样重，像是一个独立器官一样。近期有科学家发现，肠道跟大脑之间其实存在一条肠脑轴线，就像高速公路一样，是一套双向沟通系统。怎么沟通呢？科学家发现有一种肠道荷尔蒙叫做肠道生态，它就像微生物语言，可以用来跟大脑沟通。大脑可以根据肠胃提供的讯息做出指令。例如，它会告诉大脑这个食物有毒，要吐出来。这不只存在于人类身上，也存在于其他动物身上。例如，青蛙皮肤上有肠道生态，里头含有抵御天敌的讯息。如果鸟吃了青蛙，这些分子就会在鸟的肠道里释放出来，让鸟感觉反胃，把青蛙吐出来。也就是说，青蛙跟鸟其实共享同一种语言，就是肠道生态。让鸟的胃可以接收到讯息说不可以吃这个东西。仔细想想，这其实很惊人，因为如果不止人类，还有其他生物都可以使用这种语言，那代表这种讯息分子可能有更古老的起源。这本书的作者在1990年就发表了一篇研究，叫做《肠道生态是世界通用的生物语言吗？》早在地球诞生的头30亿年，微生物就已经发展出传递讯息的分子，像是一种古老语言。当海洋生物出现在地球上后，这些微生物就寄居到它们身上，包围住它们的肠道，形成一种共生关系。微生物躲在肠子里吸收养分，而海洋生物就可以利用这些微生物提供的肠道生态来消化食物，避开有毒的食物。这种数百万年前发展出的互利共生关系，很有可能就是人脑跟肠道的原型。我们的肠道菌其实是躲在人体里的寄生物种，在宿主身上获得源源不绝的食物供应，同时也协助宿主的肠道健康发育，发展出一套免疫系统来辨别、歼灭有危险的菌体，让宿主知道哪些食物可以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个人的肠道里都藏有生命共存、互利共生的证据。这也让某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：有没有可能人体只是肠道菌居住的媒介而已？我们都以为是大脑控制其他器官，但事实可能正好相反，其实是肠道菌群在操作人的大脑，让人类去寻找他们喜欢吃的食物。所以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肠道菌就会传讯息给大脑，让你的情绪变愤怒、暴躁。身体就像是一台汽车，人脑只是被控制的司机，真正在背后发号施令的是肠道菌。所以当司机乱驾驶，做出不符合肠道菌利益的事情时，它就会让人类生病。肠道菌会传讯息给免疫系统，让你的肠胃发炎，或是传讯息到大脑，让你精神变差，感觉忧郁。以前科学家都以为肠道只是消化食物而已，但是越来越多实验发现，肠道里的菌群竟然会决定情绪跟性格。因为肠道菌的组成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和免疫反应，所以人的情绪、压力反应、睡眠与认知都会受到影响。例如，人体有一种快乐荷尔蒙叫血清素，有90%都是在肠道分泌的，这会影响人的心情稳定度、食欲、睡眠，还有认知功能。另一种快乐荷尔蒙多巴胺，则有50%都是在肠道分泌的，负责调控人的注意力、活力。肠道菌还会透过代谢途径生成一种叫做 GABA 的神经传导物质，来让大脑放松、
稳定情绪。许多抗焦虑药物或是舒压保健品，其实都是在模仿 GABA 产生的影响。2013年，美国 UCLA 研究团队发表一项研究，他们让健康的受试者连续4周每天喝有益生菌的优格，结束后扫描他们的大脑，发现比起使用安慰剂的对照组，饮用益生菌的受试者在面对情绪刺激时，大脑中恐惧和忧虑相关的区域反应都明显降低。也就是说，只是改变肠道菌的组成，就能调节脑部的情绪回路，让大脑情绪更稳定。科学家还发现，肠道菌也跟忧郁症有关。一项实验让老鼠游泳来刺激它们的压力系统，让老鼠血液中的发炎分子上升。但是如果老鼠食用益生菌后，它们的血液变化就会受到调节，效果跟抗忧郁药一样。在人体临床实验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。法国的一项双盲实验，找了55位受试者，持续1个月服用益生菌，结果发现，比起没有服用的安慰剂对照组，有服用的人焦虑跟忧郁的分数都显著下降。同时也发现，他们尿液里的皮质醇浓度下降，表示压力生理反应减弱。这样听起来，益生菌好像很神奇，但事实上，只有少数的菌株可以用来调节情绪与大脑神经健康。科学家把它们称作精神益生菌。像是台湾的益生菌之父蔡英杰教授，就带领台湾的阳明大学团队研发出了一支 PS128 精神益生菌，获得全球顶尖医学机构的认可。2021年的一项实验发现，给台湾的科技业工程师食用 PS128 精神益生菌8周之后，竟然能显著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，改善他们的压力、焦虑跟失眠。90%的受试者除了情绪变更好，白天工作变更正向。另一项阳明交通大学睡眠研究中心研究也发现，如果给20到40岁的失眠受试者持续30天服用 PS128 精神益生菌，能降低他们的焦虑跟忧郁症状，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功能，还能增加深度睡眠阶段，改善睡眠品质。除了调节情绪以外，更惊人的是，肠道菌竟然也跟性格有关。2021年的一项动物实验，找了2群老鼠，一群是个性活泼的支配型老鼠，另一群是个性胆小的服从型老鼠。科学家把支配型老鼠身上的肠道菌移植到服从型老鼠身上，没想到几周后，这些老鼠就改变了行为模式，变得更活泼、更爱交际了。换句话说，肠道菌本身就会决定性格，当肠道菌改变，个性就会跟着改变。这些新的研究大大挑战了我们过往的常识。我们以前都以为，如果有忧郁、焦虑症状，是大脑出了问题。但现在科学家认为，肠道菌可能扮演了关键角色。作者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，他认为肠道菌的多样性跟大脑疾病有明显的关系。因为肠道菌群是免疫系统的主要调节者，人刚出生时，肠道菌数量很低，所以小孩的免疫力通常都比较低。直到长大成人后，肠道菌的数量达到巅峰，也刚好是人的壮年期。到老年后，人体内的肠道菌数量下降，所以晚年容易有许多神经退化的疾病，像是帕金森氏症、阿兹海默症，可能都是因为肠道菌的改变。台湾阳明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，如果给患有类似帕金森氏症的小老鼠吃精神益生菌 PS128， 可以预防多巴胺神经元萎缩，可能有助于预防帕金森氏症。事实上，自古以来，许多文化都认为疾病的根源是肠道问题。古埃及王室甚至会任命一些人担任直肠守护神，帮忙皇室的人灌肠。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甚至说，万病起源于肠道。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中世纪，是一直到近代脑科学出现后，人们才逐渐把焦点转向大脑，而遗忘了消化系统跟神经系统的关系。但是在过去10年来，这些研究又重新受到重视，科学界开始思考，人类的精神世界可能不是大脑在管控的，而是肠道菌在控制的。除了影响情绪以外，近期科学家更惊讶地发现，早年的生活压力可能永久改变一个人肠脑的基因设定。就算长大成人后，身体还可能活在过往的压力记忆中。
作者利用脑神经成像研究180位经历过早年负面经历的人，看看他们的大脑长怎样。结果发现，即便是看起来很健康的成人，他们的大脑结构也早已经被改变，评估身体感觉的神经活动也改变了，让这些人变得对压力更敏感。他们的肠道仿佛被设定成随时要对抗这个世界带来的危险。童年时期的设定会一直持续到成人阶段，让他们比较容易产生焦虑。母亲自己遭受压力的话，小孩的大脑也会对压力更敏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本性的变化早在出生前就出现了。母亲怀孕期间如果充满压力，相比于安稳环境下的孕妇，生下来的小孩肠道好菌就会少许多，而且怀孕期间的压力越高，婴儿肠道有益菌就越少，越容易引起发炎。也就是说，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肠脑结构就已经出现不同的设定了。高压环境会在宝宝的基因上留下化学标记，改变他们未来的压力反应系统。这也是为什么2个不同的人遭受同样的压力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反应。一个人可能觉得没什么，另一个人却可能激发肠胃反应，感觉胃痛、失眠。因为最初期的设定就已经不同了。所以现在有些肠胃科医师在看诊时，都会问病人18岁以前的经验，问他们觉得自己的童年快乐吗？结果竟然都发现，很多成年有胃部问题的，其实都可以追溯到童年的高压经验。这当然不是说童年就决定了一切，成年人还是有办法做出一点改变。怎么改变呢？就是靠饮食习惯。最后一项影响肠脑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饮食习惯。2012年的一项跨文化研究比较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 Yanomami 人，还有美国人的肠道菌，结果发现美国人的肠道菌多样性竟然少了1/3。为什么呢？这其实反映了原住民社会跟工业社会的饮食习惯。现代人的饮食都是加工食品，高糖高脂，会减弱肠道菌的丰富度。但是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 Yanomami 人从不使用盐巴，维持低钠饮食，主食都是植物类，肉类只占他们饮食来源的一小部分。因为森林里丰富的生态多样性，所以他们吃进肚子里的植物也很多样，就造就了多样的肠道菌。这让Yanomami人拥有地球上最健康的肠道菌群。相比之下，1970年代以来，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农业过度开发，导致先进国家的生物多样性减少，人们在饮食习惯上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单一。如果从演化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很惊人的转变。人类祖先在狩猎采集时代，饮食非常多样，吃的肉类多半是瘦肉，像是野生鸟类、鱼类，而且狩猎采集者会不断移动，热量很容易就消耗掉了。但是近代工业文明出现后，开始出现加工食品、利润导向的资本企业，在食品中添加会让人容易上瘾的高糖、高热量。但是现代人又都是关在办公室里，不像人类祖先不停地在移动。这些饮食习惯的变化发生在100年内，演化还没有足够时间调整我们的生理系统，结果就是这种饮食习惯开始伤害人们的大脑跟身体。当人们吃了高脂肪餐点，或是有人工调味剂的汽水，就会开始破坏肠道菌相的平衡。一旦菌相失衡，体内的发炎物质就会上升，肠道免疫系统进入低度发炎模式，会降低你的饱足反应，所以你就会一直吃，让发炎变得更严重，形成一种暴饮暴食、发炎的恶性循环。即便你身体没有变胖，长期下来也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。可是吃了很好，你好什么？吃了它只会让你心脏病发作。但是人为什么特别容易对这些加工食品上瘾呢？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把胖老鼠的肠道菌移植到瘦老鼠体内，结果瘦老鼠也会产生同样的代谢特征，开始无节制的大吃大喝。换句话说，是肠道菌在暗中推动我们的食欲跟大脑。所以有一派科学家甚至提出一个假说，人类特别容易对这些加工食品上瘾，可能是因为肠道菌在刻意操纵人们的饮食行为，例如吃不到某些特定食物就让人感觉沮丧，直到吃到这些食物后情绪才恢复正常，等于是肠道菌牺牲宿主的健康来强化自己对环境的适应力。
其实我不太在乎吃了会肚子痛什么的啦。你们几位呢？无所谓。最后，作者要来提供几个维持肠道健康的方法。我们可以把肠道想成一个生态系，一个生态系的繁荣、健康程度取决于它的生物多样性。人的肠胃也是一个生态系，健康取决于肠道菌种的多样性。如果多样性不足，其他细菌就容易入侵肠道，人就容易生病。如果多样性高，人的免疫力就比较高，复原力也会更强。那要如何增加肠道菌的多样性？首先是减少饮食中的动物性脂肪，因为人的肠道结构还没演化成能消化太多的动物性脂肪，摄取过多就会伤害大脑。作者就特别推崇地中海饮食。地中海国家的传统饮食，肉类少，更多是吃橄榄油、红酒、蔬菜，这些都是可以抗发炎的食物。另外一个方法是多吃发酵食品，发酵乳制品、优格、泡菜、味噌，这些食品都含有丰富的益生菌，可以让肠道保持菌种的多样性。第三种方法是断食，这类似于帮自己的肠胃生态系做大扫除，可以重新设定肠脑沟通的感官机制，有点类似重新开机一样。最后一个建议是，吃东西时要让自己有快乐的情绪，因为快乐情绪所产生的记忆会让大脑传讯给肠道，对肠道有影响。像是地中海国家的人吃饭都是跟亲朋好友一餐就吃好几小时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浪费时间，但如果从制造快乐情绪的角度来看，其实是对肠道很有好处的聚餐方法。肠道健康，大脑也会跟着健康，而丰富多元的肠道益菌则是肠道健康的一大关键。除了健康饮食、运动、规律的生活习惯以外，也可以额外补充 PS128 精神益生菌。PS128 能调节体内血清素与多巴胺等快乐荷尔蒙，不仅有助于降低发炎指数，还能帮助情绪调节、舒缓压力、改善睡眠品质，让身心真正进入放松与平衡。这株菌由益生菌权威蔡英杰教授团队研发，获得国际学界认可，被誉为结合台湾科研实力与全球医学标准的代表，为现代人带来更具科学依据的身心健康新选择。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，就可抽肠道、大脑、肠道菌1本。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，或是加入频道会员，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。